2014年7月8日，巴西米內羅球場，觀眾穿着黃色球衣在主場為自己的國家隊查喊，然後比分板出現了這個數字。這不是偶發事故，這是24年積累的重量。5顆星，5次世界冠軍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巴西贏得更多。然後時間停了。2002年之後，巴西踢了5屆世界杯，5屆全部止步8強，最好的一次也只到4強，沒有例外。足球是巴西的宗教，黃色球衣是這個國家最共同的語言，他們是世界上最熱愛足球的人，也是等待第6顆星最久的人。巴西人說，1970年那支球隊是足球史上最美的。Pelé、Jairzinho、Rivelino 6場比賽全勝，攻進19球，那不只是奪冠，那是一種宣言。這就是足球應該被踢的方式。全世界叫它森巴足球，但巴西人自己有一個更貼切的說法 ：Jogo Bonito， 美麗足球，不是贏就好，是要贏得讓人屏住呼吸。1994年，在美國決賽對意大利0-0，踢了120分鐘，互射12碼定勝負，沒有美麗，只有勝利。但巴西人接受了，因為他們已經等了24年，等到願意用任何方式再要回那顆星。說到那顆星，得先說1998年。1998世界杯決賽當天，Ronaldo 在飯店房間裡突然抽搐，失去意識，隊友嚇壞了，圍在他身邊，檢查結果正常，他堅持上場。但那場決賽，他像夢遊一樣，巴西0-3輸給地主法國。那一年他才21歲，是地球上最好的球員。然後他的身體開始背叛他。1999年11月，右膝橈骨肌腱部分撕裂。2000年4月，復出僅7分鐘，同一條肌腱完全斷裂。醫生說，這種傷足以結束一個運動員的職業生涯。他缺席了整個賽季，每天復健9到10個小時。2002年，南韓和日本，他回來了。7場比賽進8球，金靴獎。決賽對德國，他攻進2球，2-0。那一刻，他說：“我感覺自己完整了。”那是巴西上一次舉起大力神杯的樣子。一個人帶着全世界的懷疑，用4年時間把自己重新拼回來。2002年之後，巴西隊的每一位球員都老了，退役了，然後換了一批人，然後換了一批，又換了一批。世界上最多的球迷，最深的足球基因，最瘋狂的期待，卻等不到一個結果。怨題不只是運氣，過去這些年，巴西最有天賦的孩子幾乎都在18、19歲，甚至更早就被歐洲的俱樂部買走。Neymar、Vinicius、Rodrigo， 他們成名於巴西，卻成熟於歐洲。巴西國內的聯賽慢慢變成一個養成再出口的市場，留不住自己的明星。更深的改變是踢法。巴西曾經用美麗足球征服世界，即興、盤帶、自由，把球場變成舞台。但現代足球被歐洲的體系足球統治了，跑動、結構、紀律。為了贏，巴西也開始這樣踢。可是當他們踢得越來越像歐洲球隊，他們就越來越不像巴西。還有一個數字最殘酷，上一個拿到金球獎的巴西人是2007年的卡卡。在那之後，這個獎被 Messi 和 Cristiano Ronaldo 晚斷了將近20年。世界足球的中心悄悄的已經不在巴西了。2005年 Ronaldinho 拿下金球獎，那時的他是地球上最難對付的球員。那届巴西前場擺出了 Ronaldo、
Ronaldinho、卡卡、Adriano 被稱為魔幻四重奏。洗面上，那是足球史上最豪华的方线。Nike 甚至為他們拍了一整套以美麗足球為主題的廣告，放給全世界看，期望高到不能再高。8強對法國，全場巴西只有1次射正。主宰那場比賽的是另一個人，34歲的 Zinedine Zidane。0-1，一個時代的期望提前落幕。2010年，南非，上屆輸得難看，這次巴西把足球踢得更謹慎、更保守、更不像他們自己。教練東嘎要的是紀律，不是美麗。8強對荷蘭，上半場 Robinho 進球，巴西1-0領先，看起來一切都在掌握中。然後下半場崩了，先是一個烏龍，門將 Julio Cesar 出擊撲球，擦過 Felipe Melo 的頭頂，滾進自家球門。接着荷蘭頭球逆轉，最後正是那個 Felipe Melo 踩了 Robben 一腳，紅牌離場。巴西10個人輸了，1-2，景不美，輸更不美。2014年，巴西本土主辦世界杯，那是他們等了多少年的機會，在自己的土地上，在自己的球迷面前奪回那顆星。而且他們有內馬爾，那時的內馬爾22歲，在那個年代，足球界的頂點有2個名字把持 ，Messi 與 Cristiano Ronaldo。但內馬爾正在逼近，他的盤帶，他的速度，他的創造力，讓人看到了第3個名字出現的可能。如果巴西在本土奪冠，那個問題就不用再問了。4強賽之前，8強對哥倫比亞，巴西贏了，但比賽快結束時，胡安·祖尼嘎的一個膝蓋從後方頂進了內馬爾的後背，腰椎第3節骨折。他說，後來他才知道，膝蓋再往左一點，我可能就坐在輪椅上了。4強賽，內馬爾坐在電視機前，看着自己的國家隊上場。第11分鐘 ，Thomas Müller 進球；第23分鐘 ，Miroslav Klose 這一球讓他超越 Ronaldo， 成其杯史上最多進球的射手。第24分鐘 ，Toni Kroos；第26分鐘 ，Kroos 再下一城；第29分鐘 ，Sami Khedira。29分鐘5個球，第2場半德國再進2球，7-1。球場裡，巴西球迷哭着坐在位子上，黃色球衣，雙手捂臉。那不只是一場比賽的失敗，那是一個國家在自己家裡被摧毀了。那場比賽之後，巴西足球花了很多年才敢再認真談奪冠這2個字。7-1不再只是一個比分，它變成了一個詞，一道傷口。它讓一整個國家開始懷疑，那個曾經定義了足球之美的巴西，是不是已經回不去了？2018年，俄羅斯，內馬爾請後歸來，背負着整個國家的期待，但那屆賽事，他的名字卻因為另一件事傳遍全球。每次被侵犯後誇張的翻準，被全世界做成了迷因。人們記住的不是他的球技，而是他在草地上滾動的樣子。8強對比利時1-2，又一次止步8強。2022年卡達，那屆巴西是20年來陣容最整齊的一次。Vinicius Jr、Rodrigo、Richarlison、Lucas Paqueta 加上帶傷出賽的內馬爾，16強對南韓4-1，世界彷彿看到了一個強大的巴西重新回來。8強對克羅埃西亞，90分鐘1-1，延長賽內馬爾進球，巴西領先了，然後克羅埃西亞扳平，互射12碼 ，Marquinhos 踢中門柱，巴西出局。球員們躺在草地上哭，球場外，一個82歲的老人在醫院的病床上正在抵抗癌症。那個人是 Pele。1958、1962、
1970，他是足球史上唯一3度捧起大力神杯的人。那5顆星裡有3顆刻住他的名字。對巴西人來說，他不只是球員，他是把這個國家和足球綁在一起的那個人，是美麗足球這4個字的起點。2022年12月29日，Pelé 去世，距離巴西在卡達出局只有20天。他親手迎來的時代，他等了20年，想再看見一次，但第6顆星沒有在他閉上眼睛之前到來。2026年北美世界杯，這一次巴西做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決定，他們找了一個外國人當總教練 ，Carlo Ancelotti， 意大利人，執教生涯5度捧起歐洲冠軍聯賽獎杯，是這項運動史上最會贏的教練之一。在巴西這個把足球視為民族驕傲的國家，把國家隊交到一個歐洲人手裡，本身就是一種承認。靠他們自己的方式，這24年沒有走通。這裡有一個矛盾：巴西失去冠軍，有一部分原因正是他們越來越像歐洲，而現在他們請來一個歐洲人，希望他補上那個缺少的東西——贏球的紀律。瞬即是一支重新學會贏的巴西，還會是那支讓全世界愛上足球的巴西嗎？警鐘的核心是 Vinicius Jr. 2024年金球獎，他是最接近獲獎卻沒拿到的那個人。在 Messi 和 Cristiano Ronaldo 逐漸退場的時代，他是巴西寄望的新名字。然後是 Neymar， 2023年10月，他再一次倒下，這次是前十字韌帶撕裂。此後超過2年，他沒有再為巴西出賽。所有人都以為他的國家隊故事已經結束了，直到2025年，他回到了小時候出道的球會桑托斯，用1個球季的時間說服了 Ancelotti 把他放進名單。當年那個無限接近第3人的少年，如今34歲，帶着滿身傷疤，又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草坪，歷史還沒有寫完。1958、1962、1970、1994、2002， 5顆星。然後是24年，5屆世界杯5次落空。2026是第6次扣關。Pelé 帶着等待離開了 ，Neymar 帶着傷疤回來了 ，Vinicius Jr. 帶着新的時代站在那裡。2026年6月13日，巴西對摩洛哥開賽。串題只有一個，第6顆星，這一次還是下一次。我是 Pitch， 球場有好的故事就會更新，在留言區告訴我你最想聽哪個球員或球隊的故事，好的主題我不會錯過。如果你對這種足球故事有興趣，歡迎訂閱與追蹤，我們下集見。